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早高峰挤地铁的时候，我旁边站着个背着娃赶班的妈妈，娃哭着拽她头发，她一边拍娃一边翻文件夹。旁边大爷撇了撇嘴，女人就该顾家，出来瞎折腾啥？上周我表妹高考填志愿，想选机械工程，她爸说，女生手劲小，搬不动零件，选师范多稳当。还有我弟，上次买了瓶粉色的水，被同学笑像个女生，他躲在房间里把标签撕了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？突然发现身边像有张看不见的网，用男生该怎么样，女生该怎么样，把你裹得喘不过气。今天要聊的这本书，直接把这招网撕了个大洞。厄修拉·雷古恩的《黑暗的左手》，不是那种打怪兽、飞船的科幻，是用一个没有固定性别的星球，造出我们现实里不敢面对的真相。如果性别不是天生的标签，我们会不会活得更像自己？如果沟通不是我说服你，而是我懂你，世界会不会少点矛盾？如果人性里的欲望和善良不是对立的，我们会不会更敢做自己？格森星的性别实验。原来我们的固定认知都是被教出来的。雷古恩造了个叫格森星的世界，上面的人没有男或女的固定性别，大部分时间是中性的，只有每月一次刻木期，会根据身边人的状态，临时变成男或女。比如昨天跟你一起修飞船的中性人，今天可能变成女生给你做热可可，明天又变成男生去跟邻国谈判。没有男生要阳刚，女生要温柔的规矩，只有我想做什么的选择。最戳我的是书里的一个细节，格森星没有爸爸或妈妈的称呼，因为每个人生孩子的时候，可能是雄性也可能是雌性，所以他们叫生者，孩子不是某一方的责任，是两个人一起的选择。咱们现实里呢，男生哭会被说没出息，女生拼事业会被说不顾家，连玩玩具都要分男孩款女孩款。但格森星的人用行动告诉咱们，性别从来不是天生的枷锁，是社会教给我们的标签。比如我有个朋友，明明超爱编程，却因为女生逻辑不好的说法，大学选了汉语言，后来他辞职去学代码，现在是阿里的算法工程师。当你撕了标签，你才会发现你能做的比别人说的多得多。互动时间，如果现在让你丢掉所有性别标签，你最想做件什么事？是男生想穿汉服逛大街，还是女生想骑摩托跨省？打在公屏上，咱们一起云打卡。外交不是谈判桌的游戏，比语言更难的是听懂文化背后的密码。书里的主角经历了爱，是地球派去格森星的使者，想跟他们建交，结果刚落地就翻车。他跟卡海德的贵族说，我们要建立长期合作。对方叮嘱他问，长期是指你们家族的3代人，还是我们部落的100年？他说我是来帮助你们的。对方直接拍桌子，我们不需要同情，需要平等。后来他才明白，格森星的时间观是循环的，他们觉得历史不是往前跑，是绕着圈走，而地球的时间观是线性的，我们要进步发展。就像你跟长辈说我想丁克，他们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不是他们故意抬杠，是他们的文化密码里，家族延续比个人选择重要10000倍。还有一次，经历来跟格森人喝酒，对方说我科木期爱上了邻国的敌人，他第一反应是你疯了，但对方说欲望是生理的，但选择是我的，我可以爱他，但我不会背叛我的国家。比如咱们跟外国人吃饭，说随便，他们以为你无所谓，但其实是你选我都喜欢。跟长辈聊天，说我想创业，他们以为你不稳定，但其实是我想拼一把。所有的误会，都是因为我没懂你背后的逻辑。互动时间，你们有没有过沟通翻车的经历？比如把吃了吗翻译成 Have you eaten， 被老外以为要请他吃饭，或者跟爸妈说我想躺平，他们以为你颓废。弹幕刷我有，让我看看谁是沟通小冤种。比科幻更真实的，人性里的欲望与善良从来不是对立的。很多人说这本书太超前，但我觉得最不科幻的是它写透了人性的矛盾。格森人有刻木期的生理冲动，比如有人会在这个时期爱上敌人，但他们不会说我没办法，是欲望控制了我，而是会说我承认我想他，但我更想守住我的底线。经历一开始觉得格森人奇怪，但后来他发现不管有没有性别，不管在哪个星球，人性的底色都是一样的，有欲望，有挣扎，但更有选择善良的勇气。书里有个场景我记了10年，卡海德的国王被叛军追杀，他的科木期伴侣是叛军的首领，但他还是选择把国王藏起来，不是放弃爱情，是我懂什么是更重要的。咱们现实你不也是这样吗？明明很想骂职场破坏你的领导，但还是选择好好沟通。明明想躺平，但还是起来赶方案给爸妈买生日礼物。明明爱一个人，但知道他不幸福，还是选择放手。这些挣扎不是软弱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珍贵。我们不是被欲望控制的动物，是能选择的人。
和尚说的那天，我坐在阳台想，如果我是隔生新人，我会不会更敢做自己？如果我跟别人沟通时，先想他为什么这么说，而不是他在针对我，会不会少点矛盾？如果我承认我有欲望，但我更想做善良的事，会不会更敢面对自己？雷古恩说，光明与黑暗是兄弟，没有黑暗，你怎么知道自己在光里？这本书不是教你怎么活，是给你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。原来性别不是标签，是选择。原来沟通不是说服，是懂你。原来人性不是善恶对立，是我选择做什么。最后，给想做自己的你一个小请求：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突然对性别理解别人有了新想法，麻烦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，原来我们可以不被标签定义。我是书海时光，一个用科幻照现实的读书人。下次见，我们一起撕标签，懂别人做自己。拜。